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那么今天早上第一只股票，我们来研究一下美股的 NAIL，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想看一下近期的走势有没有出现一个筑底的一个迹象，以及后期向上展望的空间有多大。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经过我刚才的复盘，那么从 177.30 美元开始的中长期回撤调整走势，应该说是已经到了末端了。但是当前在相对低位40美元上方的这个震荡它属于筑底的一种形态，但是由于前期的跌幅过大，明显这个震荡筑底的过程还稍显不足，可能还会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形成一个震荡区间。因为当前137美元下跌的这个波跌幅比较大，所以它一定是要通过时间来消化这个相对底部的这个震荡筑底的这个形态。那么根据波浪理论来看，整体的这波调整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以后期相对低位的筑底形态大致会出现什么样一个形态。那这里我们看到整体走势之前从 3.35 开始从 3.35 开始上涨，一路是涨到了 177.30， 这波涨势是比较大的，但是中间也是一波三折。尤其是最后这一次从这个20美元下方涨到 177.30 这一波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结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五波形态，它属于终结型楔形里面的一种结构，终结楔形的一种结构。那从相对低位涨到177，已经意味着这一次的上涨结束了。那么在这次上涨结束之后呢，市场迎来中长期的一个调整。那这里首先我们用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此次回撤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由于在 TradeView 上没有找到这只美股，所以咱们今天只能临时用这个东方财富来讲一下，把数值要重新设置一下。可以看到此次回落调整它是一路下跌，最终是跌到了黄金分割 76.4% 的这样一线的位置，也就是 44.40 美元。那你说目前这个回撤到位没？幅度到位没？到位了，绝对到位了。回落的幅度是比较深的。同时我们在这里再借鉴一下这个趋势线的一个支撑，可以看到其实距离趋势线下方的这个支撑 33.30 附近也是比较近的，那所以说这一次的下跌最低点是 39.66 它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底部区间了。视频开始我也说了，这个位置的震荡筑底形态或者时间跨度还稍显不足，不足以消化之前这波大幅下跌的走势。那具体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当前的这一次下跌走势以及当前的筑底形态。首先我们还是将时间要调整到这个周线图，从这一次 177.30 开始的下跌，整体的调整形态我们还是把它当做一个三波结构来看这是一个回撤的 A 浪，然后反弹的一个 B 浪，以及最后下跌的这是一个 C 浪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向下发展出五波结构的五浪形态，有可能这块是个反弹的4浪，再向下创出一个新低走出下跌5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当前的整体走势它是存在两种预期，一种是认为低点已经出现，另外一种是认为下跌还没有结束，新低还会出现。但是新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之前的下方的趋势线支撑是在33.30 附近，所以这一线可能会给它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好，接下来我们按照第一种预期来研判。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来研判，就是说此处的下跌调整已经全部结束，那么我们只能考虑当前的这个反弹或者这个筑底的力度如何。可以看到短期的筑底它连 0.236 都没有摸到说明当前的这个反弹结构是非常的弱。然后我们再切换到日线图，日线图里面有一丝的筑底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在初始的阶段它是走出了一个所谓的引导楔形的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引导楔形结束之后呢，
市场在此迎来了震荡筑底。那当前支撑此处继续看反弹的理由，就是说此处会走一个再次 ABC， 第一段的 A 浪，黑色的 B 浪此处的 C 浪，它会走一个 C1 C2 C3， 目前是处于 C4 当中，再向上出现一个 C5， 但是整体的幅度空间不是特别大，因为刚才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里向上的空间是有限的，也就是69到72这个区域69到72这个区域，并且它还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性质，所以说肯定会要有一大打折扣那现在刚才说了，目前唯一支撑我们继续看涨的理由，就是此处会走一个C5的这样一个形态。那如果按照走 C5 的形态来说，当前这个调整它其实已经基本到位，剩下的无非就是向上反弹的一个力度，来完成此次整体结构的一个反弹性质。届时可能完成之后，会和之前的走势一样，再次出现黑色段的运行轨迹，回撤到这个区间的底部，形成这样子一个通道。所以目前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说此处向上反弹之后会再次回落。咱们现在所能考虑的中短线的交易机会，其实也就是从目前55到上方68这个小幅度的一个空间，仅此而已，而且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你就算要操作的话，也是仓位放轻一点，因为毕竟这个筑底形态没有完成，后期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同时你说它有没有可能从当前的这个63这个位置直接回落，跌到下方这个趋势线支撑这个位置，那么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变化比较多。那如果更为悲观的走势，那么就是按照刚才我们周线上所说的，那你此处这里会走出一个下跌5浪。那从整体的结构上来看的话，这里就是1浪反弹的一个2浪，长期下跌的一个3浪，然后这里是一个3波反弹结构的一个4浪，最后还要创出新低的一个第5浪，可能会达到33附近才会全部完成。所以通过刚才的整体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无论是这一种最悲观的看法，还是刚才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此处震荡筑底，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走势都是存在一个这个局部同向的这样一个预期在。所以当前这个位置，就算你比较看好这只美股，我的建议是操作的话也只用少量的仓位先去试一试，因为整体的底部形态并没有完全构筑完成，我们也不太清楚后期具体会按照哪一种预期去运行。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那刚才我再重申一下，刚才所说的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在55到54附近可能会有一个向上破高的一个动作，但是还是以反弹性质，它仅仅是运行到了这个 C 浪的最后一波走势而已。C1 C2 C3 C4 再有一个 C5 68，这可能是唯一存在的一个机会，仅此而已。更远的目标暂时看不到好，这就是今天上午咱们关于这个美股 NAIL 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这里也说到了，当前这个位置震荡筑底还没有结束，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为上。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